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中国简报。我们为您带来全球媒体关于中国时政、经济和社会的最新内容以及独家分析。我们可信、专业、多角度的中国报道，为世界精英提供判断、决策参考。中国简报使用多种语言发行，包括文字、视频、播客、书刊多种形式。同时，我们也在6度世界进行全天候播放。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简报。今天是2023年4月21日，中国简报为您带来来自全球媒体的最新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新闻，以及独家专家分析。如果您觉得我们的内容有帮助，请订阅我们的实时通讯。这是今天的独家见解。独家洞察：从不起眼的缝纫机到城市企业，浙江的创新经济演进。浙江的民间企业很多。80、90年代，一些农民开始一台缝纫机生产一点东西拿去卖，后来有点钱了，把家里的钱都弄起来，2台、3台、5台，等到有个5台、10台，那就有点像样了，形成一个小厂。以后是编织机，韩国进口兄弟牌编织机，1台编织机就可以织袜子，5台、10台的小工厂，隔壁邻居一看不错，我也来。虽然一双袜子赚几分钱，只挣了一点点，但是慢慢积累。很多人认为政府搞经济了，发展就快。这10几年来确实有这样的情况。10几年前，浙江率先提出来所谓经营城市的理念，地方政府把城市当作一个企业来经营。怎么经营？就是所谓的土地财政模式，先把农村的土地征用，把它变成国有土地。征用农村土地，一开始先不付农民钱，政府其实也没钱，政府也不能贷款，他贷款的主体资格都没有。把农民的土地征用过来以后，卖给地产商。国家是在04年之后规定土地转让要招拍挂，在04年之前就是政府协议给地产商。那么地产商买去以后，有可能地产商本人都不一定有钱，或者他通过民间融资拿到一部分钱，把土地证转到他的名下，他就可以向银行贷款了。然后他去开发房地产，这时候他自己钱也是远远不够的。然后造房子的建筑公司承包这个工程，他就带资入场，他出钱了给你造房子。当然，造房子老板自己也是不够的，他就让他下面干活的，泥水工、木工等等，都是先干活后拿钱，农民工就欠薪，然后材料商也是赊账，也是付一部分钱，形成很长的资金链条。浙江人，浙江经济系列之14。本文作者野风，浙江研究学者。驻香港特使称法国对台立场不变。南华早报。法国驻香港总领事表示，法国支持对话将促进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同时并未明确反驳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最近对台湾的评论。继上个月马克龙对中国进行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后，他表示欧洲不应在台湾问题上效仿北京或华盛顿。随后，马克龙的立场受到美国和东欧领导人的批评。马克龙追求更大的欧洲主权，被一些人视为针对中国和俄罗斯。印度法院驳回小米对冻结6.76亿美元资产的质疑。路透社。一家印度法院驳回了小米针对该国联邦金融犯罪机构执法局没收555.1亿印度卢比和6.7635亿美元提出质疑的请愿书。小米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并坚称这些资金是合法的特许权使用费，而不是向外国实体的非法汇款。深圳放宽抵押贷款规定以提高消费能力，重振低迷的市场。南华早报。据当地房地产经纪人称，深圳将不再使用指导价作为居住房屋抵押贷款申请的参考点，以增加房地产市场的销售。此前，住房贷款与住建局制定的参考价格挂钩，该参考价格鼓励合理的挂牌价格，并有助于将不良贷款风险降至最低。降温措施导致交易减少，抵押贷款首付款增加。尽管参考价格将保留，但银行将不再使用它们来计算抵押贷款，这可能会增加市场的购买力。外国汽车制造商在中国面临关键时刻。金融时报。行业顾问法比安·布兰特 （Fabian Brand） 表示，由于采用电动汽车带来的成本竞争力和规模，中国汽车制造商在电动汽车 EV 技术方面的进步可能会给更多老牌公司带来财务压力。随着信息娱乐、实验性内饰概念和自动驾驶技术等电动汽车功能达到新水平，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出口国。尽管一些外国汽车业高管了解他们在中国面临的挑战，但他们仍难以快速灵活地实施真正的本地化战略以保持并获得市场份额。香港学生在日本期间因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评论而被捕。日本时报。
一名在日本留学的香港学生2年前在日本期间，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评论后，根据中国国家安全法在香港被捕。据称，该学生在脸书上写道香港独立是唯一出路，并在更新身份证明文件时被捕。这些评论被认为是第一次有人因在日本实施的行为而根据安全法被捕。国家安全法于2020年6月在香港生效，加剧了人们对该地区自由和人权受到侵蚀的担忧。现代化不是少数人的特权，中国外交部长。南华早报。中国外交部长秦刚曾表示，现代化建设绝不能由少数国家垄断。在兰亭论坛上，刚还强调了沙特和伊朗领导人最近的会谈，证明中国可以提供必要的公正支持，以挽救两国斡旋的核武器协议。此外，尽管最近受到西方的批评，他声称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是正义的力量和和平的助推器，中国对全球增长的贡献超过所有七国集团国家的总和。推特放弃国家附属政府资助标签。半岛电视台。推特为包括俄罗斯、RT、中国新华社和环球时报在内的媒体删除了国家附属和政府资助的标签。NPR、BBC 和加拿大的 CBC 等公共资助的西方频道也失去了标签。该平台关于国家支持媒体的政策似乎已被删除，此前曾因埃隆·马斯克试图破坏公共广播服务的合法性而引发争议。这家新西兰公共广播公司上周因 Funded 标签威胁要离开 Twitter， 他声称这表明政府对其内容施加了影响。中国央行暗示将缩减疫情刺激措施。彭博社。中国人民银行暗示，随着经济从大流行中复苏，它可能会开始撤回其实施的一些刺激措施。该银行一直在使用结构性工具来瞄准经济领域，但其领导人表示，这些措施是暂时的，将随着人口困境的缓解而结束。放宽将根据既定时间表，并在相关问题得到解决后实施。所讨论的结构性政策主要包括在贷款计划，该计划向银行提供低成本资金，使他们能够向基于绿色技术的公司和小型企业提供贷款。广发证券分析师表示，激励措施将逐步缩减，预计到2022年不会大幅减少，但增长可能会放缓。中国电动汽车如何冒破坏近邻革命的风险？电报。由于成本降低和来自中国的新品牌激增，英国消费者转向中国电动汽车伊利，这引发了人们对汽车运输和制造对环境影响的质疑。国际航运工会称，航运是对环境破坏最小的商业运输方式。根据美国环境保护署的数据，即使将一辆重达2吨的电动汽车从中国运往英国，在途中也会产生120公斤的二氧化碳，而一辆汽油车每年会产生约 4.6 吨的二氧化碳。尽管是最好的情况，但数据显示，中国电动汽车的任何绿色效益需要行驶78700英里才能在中国和波兰等主要以煤炭为动力的国家发挥作用。凯雷为麦当劳中国业务寻找新的支持者。路透社。据报道，凯雷集团正计划为麦当劳中国业务寻求投资者，此举可能使该业务的估值达到80亿至100亿美元。凯雷和信达资本控制着麦当劳中国，此次出售可能会让2家公司减持股份。然而，计划被认为处于早期阶段，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中国外交部长加强对台湾的威胁。独立报。中国外交部长警告说，任何反对北京要求控制台湾的行动都是在玩火。中国采取措施加强其一党制政治制度，以替代定义国际关系的西方自由主义方法，这是中国最新概念运动的一部分。台湾被视为经济最重要的地区，生产世界上很大一部分计算机芯片。台湾海峡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水道之一。台湾将于1月选举新总统和议会。马云是港大创业研究名誉教授。南华早报。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将作为名誉教授加入香港大学商业与经济学院。作为3年任期的一部分，他将与教职员工一起开展金融、农业和创业创新方面的研究。马云在共同创立拥有南华早报的阿里巴巴之前，曾在浙江省省会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英语。该大学过去曾邀请成功的商人为其学术课程带来现实世界的相关性。寻求增加中国研发支出的欧洲公司面临高风险、高回报。南华早报。中国欧盟商会在2021年11月至2021年12月对107家成员公司进行的一项调查中写道，地缘政治和中国的自力更生推动正在促使欧洲公司重新考虑在该国进行本地化研发。二与地
尽管中国吸引了欧洲企业与当地同行竞争，并通过税收优惠和从研究到商业应用的快速渠道刺激其庞大的技术部门，但对台湾和乌克兰的地缘政治担忧、北京的技术政策、商业秘密保护和其他危险引发质疑回国研发的价值。习近平的技术自力更生推动欧洲人对中国研发持谨慎态度。彭博社在中国运营的欧洲公司的研发2与 D 计划正在接受审查，因为当地公司越来越青睐本地生产的技术或不含美国零部件的技术。中国欧盟商会组织的调查发现， 52% 的受访者认为欧洲对与中国合作的看法正在以负面方式影响他们的业务。与此同时， 26% 的受访者表示美国的这种情绪产生了负面影响。此外， 88% 的调查受访者认为 COVID-19 障碍对研发有不利影响。由于担心美国制裁，俄罗斯对印度的武器销售停滞。彭博社，印度和俄罗斯正在努力寻找一种不违反美国制裁的支付机制。印度对价值超过20亿美元的武器的付款已经停滞了大约1年。俄罗斯已停止为一条管道提供信贷，其中包括价值约100亿美元的备件，以及2个尚未交付的 S-400 导弹防御系统电池。印度政府提议莫斯科将武器销售所得的卢比用于投资印度债务和资本市场，以避免囤积卢比，而俄罗斯由于汇率波动仍不愿接受卢比。中国回来了，为西方企业带来利润和困惑。金融时报，中国与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给投资中国经济的跨国公司带来了困境。自12月取消 COVID-19 限制以来，在零售业被压抑的需求推动下，随着西方企业从中国经济扩张中获益，问题是否要投资世界第2大经济体，因为命运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台湾强化。拥有保时捷的大众汽车最近宣布了一项计划，将投资10亿欧元在中国建立一个创新中心。尽管世界各地的决策者越来越多地将中国视为对西方的最大威胁，中国看到更多国有部门基金在政策推动下启动。路透社，中国资产管理公司正在推出基金，以利用国有企业股票的上涨趋势，在北京推动市场重估此前被忽视的国有部门后，这些股票的价值已经跃升。因此，据官方媒体报道，自3月以来，已有10多家共同基金公司申请发行近20只国有企业专用基金，涨势使他们比全球竞争对手更便宜，这是提高投资兴趣的一个因素。然而，由于对国有企业业绩可持续性的质疑，长期投资仍存在不确定性。奥讲师反华言论引发歧视担忧。南华早报，墨尔本商学院的学者克里斯·劳埃德 （Chris Lloyd） 在 Facebook 的一篇帖子中建议，澳大利亚大学应该减少与中国学生的接触，这引发了人们对潜在学术歧视的担忧。劳埃德提到悉尼先驱晨报最近的一份报告警告与中国开战，并表示如果爆发冲突，大学应该瞄准更多的印度尼西亚和印度学生，而不是促进商业和种族多样性。学生，包括来自中国大陆和新加坡的学生，已经请求大学对劳埃德的评论做出回应。他们认为这些评论是负面的，并且可能是种族歧视。大学指导建议劳埃德不要对这个问题发表评论。人们还担心，在大流行期间，澳大利亚针对亚裔社区的种族主义攻击明显增加。通过中国简报了解全球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分析和政策简报。我们的团队汇总、综合和总结来自各种来源的最重要信息，包括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我们的使命是为您提供易于访问且非常有价值的信息，这些信息是根据您的特定兴趣领域量身定制的。我们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发展的重要性，并旨在让我们的读者能够理解这些信息。访问我们的网站，加入对话并随时了解与中国相关的最新消息和发展。